此前，奥斯卡影帝英国男演员小雀斑艾迪·瑞德曼表示，他后悔在2015年的电影《丹麦女孩》中扮演一名跨性别女性，称这样做的决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说，我拍那部电影是出于好意，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他认为身为直男的他出演这样的角色，不仅没有打破人们对跨性别人士的刻板印象，还剥夺了跨性别人士的工作机会。不料此番言论却惹恼了众多网友，更有人讽刺他只是为了自保。此事的缘由到底是怎样的呢？这里是布吉岛，今天就让我们了解一下艾迪·瑞德曼的故事。2015年，有一部讲述世界上首位跨性别人士生平的电影曾风靡一时，它横扫了包括金球奖、奥斯卡在内的多个重要奖项。没错，它就是《丹麦女孩》。1926年，在哥本哈根，两位画家艾娜和格尔达结为夫妻。一次因为模特失约，为了完成画作的格尔达不得不请求艾娜换上女装救场。没想到这反倒让艾娜身体中的女性人格觉醒，莉莉·埃尔伯就此出现。女装打扮的莉莉成为了格尔达的灵感缪斯，精妙的画作也让她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但与此同时，艾娜越来越厌恶自己的男性身体，更愿以莉莉的身份活下去。她享受着成为女性的时刻，行为也变得女性化起来。在一连串的非议与挣扎之后，格尔达鼓励艾娜彻底变成莉莉，最终她选择接受变性手术，但却没能得到完满的结局。在电影中演绎莉莉的正是英国知名演员小雀斑艾迪·瑞德曼，他凭借精湛的演技和近乎完美的诠释，在2016年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艾迪连续第2年获得了奥斯卡男主角的提名。2015年，他就曾凭借《万物理论》斩获奥斯卡影帝。这并不是艾迪第一次扮演女性角色，不过在接到剧本前，他对莉莉·埃尔伯的故事一无所知。但很快，这段曲折又充满激情的爱情故事就深深吸引住了他。为了把握好角色，他在拍摄时向许多跨性别人士寻求建议。人们在分享经验时非常友好，也十分慷慨。几乎我遇到的所有变性男性和女性都会大方地说，你问什么都行。他们知道顺性别者需要接受教育。其实很多顺性别者的好故事都是建立在跨性别者的基础之上。我觉得能够扮演莉莉，不仅拥有了非常美妙的体验，还让我肩负着一种责任，除了要教育自己，还希望能教育观众，这很微妙，也很复杂。随着拍摄的深入，艾迪越来越觉得莉莉是他所扮演过最为脆弱的角色之一。这个故事也让他对于性别、对于男性的凝视都有了更深的思考。而且这个故事本来很难找到投资者，正是由于艾迪的加入才得以成型。可以说，为了丹麦女孩，艾迪费心费力，付出了许多。可多年过后，他却突然发言称对扮演莉莉感到后悔，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其实自从电影开拍的消息传出，就有争议说片中主角一位跨性别女性不应由顺性别的男性演员来扮演，而应当由真正的变性演员来诠释。在当年的采访中，艾迪就表示了对这一争议的认同。我认为这样的讨论非常重要，这也是工作场所中变性人所遭受的众多歧视的一个缩影。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有更多的跨性别演员来扮演跨性别和顺性别的角色。从一个演员的角度，我还希望大家在抱有诚意和责任感的前提下，都能扮演任何类型的角色。同时他也指出，其实有许多跨性别人士参与丹麦女孩的拍摄，比如说变性女演员丽贝卡·鲁特就在其中扮演了一名顺性别的护士。虽然距离电影的上映已经过去了很久，但争议的声音一直存在。在2018年，原本被选中出演美国传奇变性黑帮分子的寡姐斯嘉丽·约翰逊，就因为批评声音过大而不得不放弃角色。当时一位变性演员曾在社交平台上控诉说，你们不仅扮演我们，偷我们的故事，抢我们的机会，而且还会因为用模仿我们而得来的荣誉自吹自擂。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如今小雀斑在回应这一问题时的语气更为强烈。他表示，不，换到今天我不会接这部戏。拍那部电影的初衷是好的，但我觉得自己犯下了一个错误。
选角最主要的问题是，许多人根本就没有参与进来的权利，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否则这些讨论没有办法继续下去。饰演格尔达的演员艾莉西亚·维坎德也表示了认同。他说：“我完全理解外界的批评，因为我们需要做出改变，来保证跨性别男士和女士能够在工作中有一席之地。”不过，他也夸赞了艾迪，认为他在电影中的演绎相当出色。对于艾迪的回应，一些网友表示认可，并赞同他在平权上所做出的努力。他当然知道演员是要演戏的，但他在这里想表达的是，应该为少数演员提供更多的机会，而不是让顺性别演员来扮演这些角色。因为在这个领域，能够作为性少数人群代表的人数太少了。也有人站在了完全相反的立场，讽刺小雀斑这么做只是为了自保。翻译一下：当时我想拿奥斯卡，现在我不想被抵制。而提起跨性别的话题，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 J.K. 罗琳。2020年在发表了一篇评论月经的文章后，罗琳被指恐跨，遭到了猛烈的谩骂和抵制。众多曾出演过他作品的人先后发表声明，与罗琳的观点割席。而在哈利波特20周年的特别节目上，这位原著作者也因为遭受非议而未被邀请。恰巧艾迪也是神奇动物在哪里主角纽特的扮演者，当时他第一时间就回应说，作为一个与 J.K. 罗琳以及跨性别人士都有过合作的人，我想绝对清楚地表明我的立场。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变性女人就是女人，变性男人就是男人，非二元身份是合理有效的。我从来不想代表谁去发言，但我知道我那些亲爱的跨性别朋友和同事们已经厌倦了这种对于身份的不断质疑，他们只想平静的生活，是时候让他们实现愿望了。可能如今的社会还没有打破对于跨性别人士的偏见，不过艾迪能主动站出来讨论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勇敢的。而和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中的纽特一样，艾迪·瑞德曼的现实人生也充满着传奇色彩。1982年1月6日，艾迪出生于英国伦敦，他是家世惊人的超级贵二代。有外媒曾这样评价艾迪的家世，堪比电影。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但是艾迪的家族背景却一直很雄厚。这个家族的财产也由他的高曾祖父奠定。19世纪初，艾迪的高祖父在全球最有名的奢侈品大街之一 Bond Street 开了一家著名的丝织品店，还在英国最美的温德米尔湖区修了庄园和教堂。这个教堂被华兹华斯赞美为除了阿尔卑斯山外，地球上最美的地方。此后，艾迪的高祖父把家族产业丝织品改成了化学公司，底下员工700多名，还娶了海军少将的女儿当妻子。拥有雄厚的财富和名望后，当上了当地的治安官。他的曾祖父一手创办了伯明翰大学的土木工程和矿冶系，也是英国矿产资源局的主席，就连凯特王妃的祖辈也曾是这位主席的手下。艾迪的父亲是银行家，母亲则是物流公司的老板。大哥曾经出版了柯林斯英语字典，是全球最大英文出版集 CEO。大哥和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曾是同学，二哥从牛津大学毕业后跟着父亲在金融界打拼，小弟则是杜伦大学的测量员。艾迪自己就更不用说了，从小接受的是正统精英教育，中学就读于英国贵族男校伊顿上，和威廉王子是同学。大学时，艾迪就读于剑桥大学的是艺术史专业，并以2等荣誉学位毕业。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甘愿当霸道总裁。艾迪没有走上父亲前辈们的老路，而是选择了当演员。从小热爱演戏的艾迪最开始接触的是话剧，大学毕业后，艾迪选择一边打工一边跑剧团，在28岁时便拿下奥利弗奖和托尼奖的最佳男配角，这个奖也就相当于舞台剧界的奥斯卡。此后，艾迪并没有选择继续在话剧界发展，而是开启了自己的好莱坞龙套之路。在好莱坞打拼当然是很难的，起初艾迪和美国的几个朋友合租破公寓，很三明治，整天跑龙套，结果却没有一点成效。在话剧中能唱能演的他，在不少电影中都露过脸。真正让观众记住他的是电影《悲惨世界》。
2014年，艾迪出演霍金的传记影片《万物理论》中的霍金，也正是因为在这部影片中的出色演出，他拿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座小金人，并成为了奥斯卡史上最年轻的最佳男主角得主。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宠妻狂魔。艾迪与老婆汉娜就如偶像电视剧一般，结识于15岁，因机缘巧合，二人一同参加活动时候相识。二人对艺术和戏剧有着共同爱好，一开始只是好朋友和知音。2012年，30岁的艾迪和汉娜在意大利的旅行中确认爱意后正式交往。2014年5月宣布结婚，12月便完成了婚礼。艾迪还经常带着老婆一起参加各种活动，时不时秀秀恩爱，当着大众亲吻当然是家常便饭。现如今二人已是一家3口，艾迪的日常除了演戏就是宠妻宠女。身为富二代的他，努力且惊艳，谁能不爱呢？拿下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然而影帝级别的人物却也逃不过被网友喷成筛子的结局，原因则是他曾出演过变性人士，但他却在网络上公开支持曾疑似冒犯过跨性别组织的 J.K. 罗琳，因此大部分的网友都一致对其表示要永远抵制艾迪·瑞德曼。那么明知道自己即将失去大众的支持，这位影帝还会继续维护 J.K. 罗琳吗？这里是布吉岛，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艾迪·瑞德曼的人生故事。要说热搜这件事，我们还得回忆一遍 J.K. 罗琳被骂的原因。这个身价曾一度超过英国女王的作家，俨然是圈内的顶流，随随便便发表一句话都能上热搜。但2019年的那场热搜显然是他的一场噩梦。当时英国政府提案简化跨性别者的身份认证程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只要你认定是异性，不用做手术也会被认定为性转者。但这项政策引起一位英国女性玛雅的反对，在她看来，她很难想象如果有一天在厕所和浴室见到一位保留男性特征的女性会多恐怖。对此，罗琳首当其冲支持玛雅，并做出了更多的引申，比如简化性别认证是否会导致正常女性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又或者会不会有人假装自己男变女直接侵害女性，又是否会导致部分青少年在性别概念未完全成型时就稀里糊涂变了性。但这番言论背后，他立刻就遭到了大量的抵制，认为他歧视跨性别人士。对此，甚至哈利波特20周年的庆典也拒绝了他这个原著作者出席。对于他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前面有专门讨论过，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翻看前期视频。而今天的这则，我们就单纯以瑞德曼的事情细说。据悉，这位男星和罗琳在片场认识，在罗琳发表了之前的言论后，也及时表达了反对。他说道：“我身边有跨性别的朋友和同事，他们的人权每天都会受到挑战，面临歧视，所以我觉得你那样说很不好。”此番言论过后，自然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表示自己果然没有喜欢错偶像。然而不久后的一场访谈上，他却委婉地换了个说法。面对媒体，他表示，尽管他不同意罗琳在这个问题上的评论，但对于那些在社交媒体上的刻薄攻击，他感到十分震惊，并且认为这样的做法很不正确。对此，他还形容那些言论为刻薄的或者令人作呕的。另外，他还就网暴给对方亲自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信中他表达了安慰之情，称所有的网友评论确实无法理解。但在这些话之后，他针对此前的跨性别事件说了一句相对中立的话语。同样的，网上和现实中，整个世界对跨性别者源源不断的可怕辱骂也是毁灭性的。总之，他只是看不惯网暴，而并非支持罗琳之前发表的观点。但大部分的网友对重点是什么并不在意，他们对同情罗琳的艺人通通都是持有反对意见。有人在底下评论，你没有必要过来讲一个完全错误的故事，从中获得赞誉，然后再往我们身上泼脏水。还有人直接在评论区打出 RIP 的标签，并诅咒他早点去世，永远长眠。但其实他不是第一个站出来这么说的人，之前演员罗比·科特瑞恩也曾经委婉地提醒过，针对那位作家的攻击言论，有很多都是杠精在肆意宣泄情绪。他表示，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推特上有好多人都一下子将矛头指向了他。可是科特·瑞恩在这之后并没有收到任何言语攻击。那么同样是就网暴发言，为何却只有瑞德曼被骂得体无完肤？原因是他曾出演过跨性别人士。2015年，他饰演了《丹麦女孩》的男主角。故事讲述画家格雷塔·魏格纳在成家之后，才逐渐意识到他之前对性别上的认知是错误的。内心一直住着一个女孩的他，在试穿过一件裙子过后，迫切地想要成为一名女性，但他又害怕被他人当成异类看待。幸运的是，在妻子的鼓励下，他最终完成变性手术，变成自己一直想要成为的人。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瑞德曼认识了不少这个特殊人群的人士，为他在电影中的内心表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终，他也凭借这部影片被提名金球奖和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奖。而正是因为这部电影，使人们期待着曾经饰演过跨性别人士的他能够深入了解这群特殊人士，并且在 J.K. 罗琳的事情上能为他们斩钉截铁的发声。但他们等来的却是这位男星先是支持，后又大变脸抨击网友言论太过的态度，180度转变，导致他被抨击，被质疑是否收受了罗琳的贿赂才为他说话。但网友的这番猜测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这位影帝也是怪兽系列电影的主演，而该影片则是根据原著小说改编形成。巧合的是，小说作者正是 J.K. 罗琳。所以网友不得不因此怀疑瑞德曼是否因为不想得罪自己的金主，才会改口违心质问网友。为此，有人还翻出近期怪兽3官宣男主是他的新闻，对其讽刺道：多么大的转变啊！艾迪·瑞德曼他真的很奇怪。除了质疑他是否收钱办事，还有网友剑走偏锋，称其明明不是跨性别人士，为什么代表他们这群特殊人士，将他们的故事在镜头面前演绎出来？虽然至今为止这位男星都没给出任何回应，但这样一个舍弃不菲的家产去跑龙套，甚至最后拿下影帝奖杯的富二代，确实如他曾饰演的角色一般特立独行，犹如异类一般的存在。瑞德曼的履历十分漂亮，出身超级富豪家族，是与威廉王子在伊顿公学一起玩橄榄球的同学，毕业于剑桥大学艺术系专业，是从小浸润在伦敦上层社会的佼佼者。高曾祖父在伦敦奢侈精品店云集的一条街上，完成了家族财富的原始积累，并在爱尔兰以东的 Windermere 湖区修建庄园与教堂。父亲是 Cantor Fitzgerald Europe 的主席，不折不扣的金融界巨鳄。该公司创立于1945年，在全球30多个国家设有分公司，主要业务是全球投资金融服务。但比起继承亿万家产，这位贵公子更想去做一名演员。对于这点，母亲曾经问他，演戏真会有出路吗？如果实在不行，可以考虑做律师。而他说，律师不也是一种表演？虽然心疼儿子，但母亲在很小的时候也看出了他的表演天赋，因此她与丈夫在这之后也一起鼓励他加入戏剧课程。家庭没有给太大的阻碍，而精英化的教育也为他的演艺事业打下了牢固基础。然而，尽管他在英国话剧界已经小有成就，但他还是执意前往美国进军好莱坞。而那个时候的他，由于口音问题，经常只能充当影视剧中的配角。拍摄结束后，便回到在美国人的破旧公寓里啃硬硬的面包和三明治。但这位出身名流的贵公子，即便是跑龙套也很满足。他曾表示，小的角色也是积累，总有一天他能成为被大众熟知且喜爱的演员。而这一天，他整整用了10年。2011年，他饰演了电影《悲惨世界》中的革命青年马留斯，影片大获成功，也让他扬名海外。虽然没让获奖，但他走在街上就能被人认出时，他知道自己终于有所成就。3年后，他又出演了霍金的传记影片《万物理论》。为了诠释好角色，他在伦敦运动神经元疾病诊所里待了4个月，研究和模仿病人的肢体语言，并且每天缩进轮椅里。这部电影拍完后，他的脊椎也受到严重的损伤，就连霍金本人看完这部电影后也流泪点赞。我觉得艾迪·瑞德曼演得很好，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就是我。
也正是因为在这部影片中的出色演出，他拿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座小金人，并成为了奥斯卡史上最年轻的最佳男主角得主。之后他出演了《丹麦女孩》中的跨性别人士，前面就已经提到他为这部影片准备了很多，所以电影上映后他再一次受到奥斯卡评委人员的喜爱，只不过这一次是提名而已。此外，他的表演还受到了英国女王的赞赏，女王授予他 OBE 大英帝国官佐勋章，以表彰他对表演事业做出的贡献。事业成功，家庭也美满。他和妻子的相识相知就犹如偶像剧一般，两人结识于15岁，因为戏剧结缘，并在2012年一同公开恋情。同年12月，他们完成婚礼。婚后夫妻恩爱如初，这位影帝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和妻子一起出席各种公开场合，或者拿着购物的战利品等待爱人和朋友聊完天，最后再一起回家。就罗琳事件，虽然网友和瑞德曼这两方都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但就目前的事态来看，这场战争还远远不会结束。只能说希望纷争早日停止，圈内人士也都能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这里是 Boogie 岛，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出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